我要跟你表达的是，装潢这种东西你要有那个前后减肥前减肥后的想象力。以前很不好讲，因为你要讲你就要出图要干嘛，现在有 AI 这个工具，所以我真的是建议你自己再去看591或者是什么的话，你就先让 AI 帮你画，用你的意思装潢出来的样子。我都讲 IKEA 你也可以换一个风格啊，日式侘寂风你也可以换那个北欧性冷感风你也可以换那个非洲风格，随便你就叫他换然后看哪一个装潢好做，你自己看得顺眼那大概就可以用这样子出租。为什么我会特别用 IKEA 风格？是因为改天再说了反正就是 IKEA 风格很受欢迎又没什么问题，商品又明码标价，而且他们设计的水平真的很高，真的很高。那我们就是照用就可以了。装潢该怎么弄？10年 1.3 万件受害者，政府2大作为是否能防堵？有没有更好的解法？先说结论现在政府还在研议防堵的办法，但你还是小心为上。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大学退场正在加速当中，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10年来有上万个装修的受害者。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装潢蟑螂太猖狂，10年来上万件受害，国土署说话了。内容是这样，就是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建筑法修正草案的时候，民进党的立委黄捷这对不对？高雄了吧黄捷指出，近10年内装修申诉案件已达 1.3 万件纠纷，多数装潢业者收费后短暂进场施工就落跑，导致无法构成诈欺罪，让受害者求偿无门。那国土署署长吴新修先生表示，将会朝2大方向进行研议。第一，建立合格业者公开查询平台；第二，检讨契约内容与消保法规范，防堵民众因未签合理契约而权益受损。也就是说，未来装修蟑螂的危害可能会降低。那我们也补充一下，为什么装修蟑螂会四处横行刚才也讲了，10年是13000件，那你给它除下来，每个月100多件一天3件就是这样。这个算是很频繁而且装修是大钱，动不动就200-300万，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装潢蟑螂四处横行。我们也来讲一下说为什么装潢蟑螂会不断的出现。先说结论，利益太大，风险太小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一次装修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然后一般装修的付款是这样入场的定金大概是3成拆除水电泥作基础完成以后再3成然后木作系统柜进场3成，然后油漆跟验收完以后最后18%。我讲的数字只是大概也有人在说什么334、343都有人讲，反正就分阶段付款，这还是要看你合作的公司是哪一种模式。好，那我们以一般的做法来看，假设你的装潢费用估起来200万，那你先收定金30，这样就60了呢。然后他就会去入场嘛，进场去做嘛，或者是先进料。进场就做一做，敲瓷砖敲一敲，然后就跟你说有一个案场在赶可不可以晚几天？那台湾人就善良嘛，他就好没关系就这样就消失了。他那个料工具给你拆到一半你也没办法用，因为你瓷砖被敲掉嘛，它就消失了，就这样那接下来你大概就是熟悉的剧本，就是你等1-2个月，人又不见，很难联络，已读不回，什么有没的好声好气的跟他讲，一拖再拖，拖了半年以后你受不了，你要告他。好，问题来了，他有没有来做？有，他也有来做也有来进料，也有来打瓷砖，真的有做所以在实务上他只能算合约未履行，那就是民事责任，就不是刑事的诈欺责任。所以这些装潢蟑螂心里在想的是什么？反正就民事嘛，民事可以和解嘛，最多我就退款嘛，不然就赔你一点钱嘛，赔的少一点我就赚到了之类有没的。也就是说他在跟你合作之前就已经想好要怎么吞你这一笔了。最后你要知道政府该怎么帮忙阻止装潢蟑螂。我们来讲一下国土署署长提的2个方向是否能够有效的遏止装潢蟑螂的行为。来，第一条，建立合格业者公开查询名单。我个人认为这条效果不会很好，因为现在民众已经算比较小心了。像我们之前有一集在讲说，民众也是很怕遇到装潢蟑螂嘛，特别去查对方有没有开公司，有没有那个资本，结果还是有也是遇到啦。所以你说合格业者查询平台效益真的不大，很好做啦，做就上去了嘛。
我未看先猜，应该到时候很多人会怎样，还是不知道这个平台。你看政府推出这个租金实价登录已经多久了，还是很多租屋主他就不知道啊。第二条，检讨契约内容与消保法规范，这个做法会有用的哦。但如果上纲到修法，旷日费时哦。当然啦，有做总比没做好，我们还是要期待未来会有一些新的改变。我也提一下，我觉得比较可行的解法是什么哦？也欢迎你留言来讨论，你觉得怎样会有效？什么装潢上抓到枪毙之类，这种无限上纲就先不用讨论了。我认为就公证嘛，对不对？现在不是已经有租屋公证，那再弄一个装潢合约公证啊。公证的好处是有第三人嘛，所以合约上的漏洞比较难钻，增加法律效力，你也不用打很长的诉讼，到时候就直接强制执行就好了，也不知道执行什么了哦，那可能是去假扣押他们的资产之类的哦。那如果他是装潢蟑螂，我们说要公证的这个技法是这样哦，就是他如果一开始他就是要来拐你，要骗你的蟑螂，他一听到你要公证，他就不要了，你信不信哦？就是这样。那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怎样可以避免遇到装潢蟑螂 ？A. 直接买人家装潢好的 ，B. 叫房仲介绍 ，C. 直接找认识的。哦，对哦，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哦，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哦，真的哦，我没胡乱哦。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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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我们来看一个59以上的案子，就中古啊。然后我会跟你讲说，如果是我来租的话，我会怎么改你可以参考看看，应该都是 CP 值最高的版本租客看了应该都会很喜欢。叫你自己来租，你一定也是可以这样来，我们先看案例，它原始是长这个样子我们会看，这个是厨房嘛，中古屋厨房不是这样，这个是公寓然后后阳台用瓦斯桶的那就这样这个老的厨房就长这样，然后也没有什么橱柜这种东西它就是后阳台硬改的嘛，对不对？能改成什么样能改成这个我请 AI 画了，改成这样好，首先要改成这样是有难度的，但是其实以这个工法来说都算简单。它底下你有没有看到它有做了橱柜？没有那个就是阳台的墙，你怎么会有橱柜所以就看你要不要做假门或是怎么样，至少就是干干净净的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地方看起来还算不错。然后地上也整修过，然后墙壁也整理过，还挂了一幅画。我跟你说我再次强调，这种东西我给 AI 的 prompt 都是那个帮我改成 IKEA 风格。你这个改 IKEA 风格你要这种风格的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装潢，你给设计师或是统包来看，他们都会觉得怎样？你看不起他，这没有什么技术的成分在里面以这间我们现在看到的来说，
就油漆啊，天花板啊，地板啊，地板它用的是人字铺法还不是鱼骨拼，人字铺法。那这个用塑胶地板来做就可以了因为你是厨房嘛，你塑胶地板未来也好处理。然后层板用钉的，抽油烟机管拉过去，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这一个台面去切，光看我觉得它像6分的木板去切这个都可以了，只是底下厨卫生不出来而已。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之前长怎样，就长这样，扭扭烂烂的但是经过整理以后，确实是有机会把它改成这样的。你看我来改也差不多那个法规什么呢，我们先不谈，重点就是说这里的工没有很多但是你做出来的效果，其实市场是相当喜欢跟欢迎的。我们再来看第2章你要有点心理准备，因为有的人说很恶心。来，你看，来这个就是很一般的中古屋厕所，对不对？很一般啊，超一般啊。你那个马桶这个可能20几年就这样很鸟然后看起来就脏兮兮的。好，就是长这个样子。那我们来改可以把它改成怎样？一样AI 出嘛，然后 IKEA 就改成这样来对比给你看，是不是差别很大？这个 AI 还算很听话，它没有乱改东西尺寸啊什么的基本上都差不多，窗户也没有去动它，然后那个莫名其妙的三角的层架它也是留着好，那我说明一下这个厕所的问题出在哪里，就 AI 做的图的问题在哪里首先就是不会在浴室里面去放地板，你铺木纹砖导致有人这样做，然后也不会放木支架你看它的架子，所以这个都很好处理啊，我们把它移掉就看怎么样处理就好了那这个是旧的厕所，完全没有干湿分离，看起来就是没有嘛。但是我看它的空间好像有够，所以如果是我们来做的话，我们说不定会搞一个干湿分离，反正我们都要重做了那做法有很多种以这间来说，你要敲掉重做也可以，是一个花费。然后你要用我的流派的技法来处理也可以，我甚至可以做出降板降板再拉一根浴帘就很漂亮了。那看起来就是有干区湿区就分离了，看起来就会漂亮很多。一样这个厕所你给设计师包讨他们看到，他们就觉得说你是看不起我吗？你这个你自己 DIY 弄一弄就好了嘛好，那个瓷砖墙壁的瓷砖我们讲一下，瓷砖的做法可能可以是瓷砖漆你要便宜就是这样瓷砖漆。那地板的话绝对不能用瓷砖漆，绝对不能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瓷砖漆敢说自己可以去撑那个地板不会掉。地板绝对不要用瓷砖漆我跟你说认真地板用瓷砖漆它一定会剥落，剥落以后你要除很难除，又很难看，你要用溶剂了或是干嘛，然后我们还有人除到昏倒过有听过。那你地板就是绝对不要用瓷砖漆就对了那间会有问题是租客自己乱漆的，可能淘宝看到买就喜欢他回来自己漆。然后我告诉你为什么地板绝对不能用瓷砖漆，你能想到的原因就是磨嘛摩擦或者干嘛它会掉嘛。我跟你说真实的原因是这样，就是你想想看台湾的冬天很冷嘛，对不对？然后那个瓷砖地板都是什么？都是冰的，对不对？然后你开水啊，女生洗澡水特别的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女生洗澡要用那么热。好，那就用那么热的洗澡水，你直接给它冲到冰的地板那会怎样？那是因为它是瓷砖，它受得了，但是漆面受不了啊，它就会破一定破的，绝对破的。即使它主打抗磨、耐磨、什么耐候型，那个都一定会破。就是这种等级的温差，然后再加什么？再加酸碱。酸碱是说那个沐浴乳、洗发精还有一个天敌叫做染发剂，女生会染头发染发剂就会掉就会着色在这上面很难处理了。你地板、你墙面你要用瓷砖漆，我没什么意见，因为现在的瓷砖漆蛮厉害的那个你地板你是绝对不要考虑去用瓷砖漆的。你地板那你说我地板要怎么办？打掉重做。你要便宜的做法的话，这我听来的那我不为这个以下的言论做什么担保，就是地板直接砖贴砖地板自己贴一层砖，就这样。你原本防水没事嘛，那你就贴砖贴砖你的地板变高一点是不会怎么样，那就是新的地砖了。然后你墙面你用瓷砖漆，你爱用你去用，反正你的浴室的地板它是整个住家里头最苛刻的环境，它又要面对温差，温差就是你的那个热水40几度热水直接冲到冬天冰的那个瓷砖上面它又要面对酸碱它又要面对潮湿那它要面对摩擦，
一堆啊，最苛刻的环境就是在厨房都没有这么苛刻就是这样，所以被我们改，我们可以改成这样，就很好看了啦。我跟你说 ，AI 做的图它打光是完美的，我们实际上来做光不会那么完美，不过看起来也差不多。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就一般的房间嘛，很老式的，你光看这个地砖你就知道，这应该是民国70年代盖的，才会用这种地砖，丑丑的就很难看，所以我们一定会去重点去改这个东西那可以改成这样这确实改得出来地上的那个那不一定要用木纹砖那么好嘛，那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用塑胶地板嘛，那或者上 SPC 嘛，然后就把它摆得这样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请问谁不喜欢？对啊，这没有什么问题啦虽然他把那个窗户的位置改了一下，不过这没差这个看起来都是我要表达的是风格可以改成这样，然后要处理的东西相当简单，就是什么拆光光、拆干净。所以我会说这间原始屋况的这个房子好处理了，已经算很好处理了，因为它很干净，拆光光，也没有什么木作。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天地壁油漆灯窗，大概就是这样。你可以把它换得很 bling bling 很漂亮这样然后 IKEA 家具摆一摆，其实就很好看了。那接下来你看这个阳台长这样，对不对？这也是老的阳台，公寓的阳台。好，那可以改成怎样？改成这样这有在大改什么吗？其实也没有，对不对？就是地板木纹砖，或是你要铺塑胶地板也是可以的也是有人铺在阳台反正它没有直射阳光，然后做一个台面，这些真的在室内设计师眼中，他都觉得你看不起他然后简单的清洁可能会上瓷砖漆，你这种老公寓上瓷砖漆是合理的。那上瓷砖，我可以让它涂成全白那这样看起来也是相当之漂亮。我要表达的事情是，你看到老房子，你不要怕，很多女孩子看不出来的，她们没有办法去，尤其就是个难看的浴室比方说这张嘟到她的面前的时候，她会没办法想象这边改好之后长什么样子。我们男的是没有差，因为这个浴室的条件很显然已经比我们当兵的时候的条件好太多了，那我们就很能接受女孩子就当宝贝公主养的嘛，那没办法然后她北漂上来以后，看到这种浴室，她没办法接受她也很难去想象这个化妆前化妆后长什么样。我要跟你表达的是，装潢这种东西你要有那个前后减肥前减肥后的想象力。以前很不好讲，因为你要讲你就要出图要干嘛，现在有 AI 这个工具，所以我真的是建议你自己再去看591或者是什么的话，你就先让 AI 帮你画，用你的意思装潢出来的样子。我都讲 IKEA 你也可以换一个风格日式侘寂风你也可以换那个北欧性冷感风你也可以换那个非洲风格，随便你就叫他换然后看哪一个装潢好做，你自己看得顺眼那大概就可以用这样的出租。为什么我会特别用 IKEA 风格？是因为改天再说了反正就是 IKEA 风格很受欢迎又没什么问题，商品又明码标价，而且他们设计的水平真的很高，真的很高。那我们就是照用就可以了，参考看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
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